好，这是大法官团灭，刘静怡是大炮，不改其个性啊。他跟赖总统喊话，他说柯建铭说打电话给你了，你有同意吗？你如果不同意，他敢这样做，那你这个总统威信何在呢？如果你同意了，你始乱终弃嘛，你怎么提名我又把我放弃了呢？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同意要这样干，公开澄清啊，赖清德公开讲啊，我没有同意柯建铭啊，是他们党团自主啊，我总统也没办法，我没有同意啊，但是他们还是要硬干啊，我还是支持我提名的人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嘛。你既然提名了，你就不支持人家，你这算什么东西呢？好，那么潘孟安现在总统府秘书长了哈，嫌命去打电话给提名人，因为你都落选了，一个安慰一下啦，等等。而且潘孟安说，这些人都很多人就安慰了啦，他们的朋友啊什么都去安慰嘛。哦，那刘静怡就呛，你不需要找人私下来澄清，你公开羞辱我，你找人在小巷里面道歉，在大街上羞辱我，你找潘孟安来干什么？你赖清德自己出来讲一句话啊，什么意思啊？哦，哇，刘静怡很凶啊，不过我觉得他也很有原则哈。对啊，我也觉得要听他。那么刘静怡转发了，听说已经转发了25封寄给他的这个人家寄给他的 mail， 他转发了25封出来。哦，特别比如他们媒体就用了一封，就说呢，民进党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执政党可以这样运作吗？自己提名的自己还不挺，这不是羞辱？什么是羞辱？就是他们觉得你这是羞辱他。对吧？你提了他又放生他，这不是羞辱是什么呢？还要骂他一堆，哦，不支持就算了，还要讲一堆他怎么坏，哦，从头到尾骂民进党，哦，那所以他说刘静怡还是刘静怡，也会继续做刘静怡，哦，大家不用担心了，哦，当然有人说你要写回忆录了，他说要从老科开始写嘛，哦，我都不知道到老科什么，要从老科开始写嘛。好，那么这个还有媒体。青鸟也不满，说柯建铭应该下台。柯建铭如果不下台，赖清德就变光绪皇帝了。哦，那刘静怡也是转发这一则，赖清德会变光绪了哈。那另外呢，因为网军也有骂刘静怡说他是卖台战犯，什么都给他戴一个卖台帽，真的很无聊了。刘静怡说，那提名我的赖总统是不是有叛国之嫌呢？我卖台就是叛国，那赖清德为什么要提名我？哦，赖清德怎样脑筋不清提名我？哦，那又传说刘静怡是民进党的刘进兴前立委推荐的。哦，那刘进兴是陈局的重要幕僚。刘静怡说：“我是什么陈进兴推荐的？我是台湾法学会推荐给审建小组的。”哦，怎么是陈进兴推荐的？看一下。没给子弹，民进党团杀刘静怡泄愤。请问这篇报道哈，然后。民进党的立法院党籍立委还说5·1战队就是无药医战队啦。执行台上故意挑起绿营内部矛盾，因为大法官人事案全数被封杀，其中刘静怡连民进党都不买账。你觉得刘静怡是不是个合适的大法官？您个人觉得？我认为他合适。赖清德总统有没有同意我们柯建铭这样？总统希望是团进。总统有罗志强这么问有原因，因为刘静怡事后脸书喊话总统，如果没同意党团决议，就应自己公开澄清，而非找人私下传话。我逐一打电话向各位被提名所以你就打给刘静怡嘛，跟人讲说不要跟我讲总统没有同意这样干，你是有跟他这样讲吗？罗委员。私下打电话给他的很多人，总统不同意这话，谁讲的？潘孟安没正面回应，而让刘静怡不满的还有人放话他是陈局幕僚推荐，但不止幕僚本人否认，刘静怡也怒呛自己是被台湾法学会推荐。担任大法官的积极资格是什么？就是不可以骂民进党，对不对？不对。但总遭柯建铭前一天反对的理由可不是这么说，这也让刘静怡不满柯建铭接连转发疑似青鸟的网友贴文。这一局不是柯下台，就是赖变光绪，没有第二条路。喜有未言，撞倒7星灯，今有总召吹熄追星灯。我认为说柯总召替我们党团承受这样的压力，但是这是我们党团自主。我们大家一致的一个决定。党团记者会，柯建铭没现身，让自家人帮面对。来，这个赖委员怎么看？
这个当时赖总统提名的时候，7个人选里面啊，那刘静怡其实当时在党团内部就有很多声音啊，因为有些人就是对于他对骂蔡英文的论文没有证据就这样讲，他们有意见啊，有的对于他骂苏贞昌的团队啊，有涉及到贪污等等啊，就有意见，所以其实那时候内部就有很多杂音的，对刘静怡特别有杂音。那但是其实党团制度这件事情，我想因为赖清德总统自己也当过干事长，他也当了很久的立委，他也清楚知道党团会做出一个决定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党团内部讨论的时候做出了这样一致性的决定，也就是说其他6位都支持，但是刘静怡部分一致全部去反对啊。基本上赖总统他当然就尊重啊，因为当党团已经做出决定以后。也证明党团不是橡皮图章，也证明不是党团谁能够单一控制。就是说，当如果这个党团已经做出了决定之后，那当然就照着党团的决议走也必须要有一致性的决议才能够，特别是在宪法诉讼法当上个礼拜5这样过了之后，那省下8个大法官啊，那如果没有办法增加至少2个以上的话，宪法联基法是无法运作，所以它等于整个攻防上就会考虑的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多，也就是说，你增加1个。跟增加2个，跟增加3个，恐怕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导致后来很多的一些策略上的思考，就变成很多不同的一些思考出来。就是要2个才有意思啦。就你要2个才有办法形成宪法法庭有效益，要不然就并没有效益啊。国民党看来是全面封杀，全部7个都杀。所以当国民党全部7个都杀的时候，那留1个的时候，那民进党能不能做成一致性的一个决议的时候，就变成是讨论的关键。那后来大家内部讨论发现很难做出一致性的一个支持的决定，所以那就变成那就是反。所以说变成说这个事情其实是。用这样来做一个思考的了哈。那我觉得整件事情其实还是回归到整个我想不要去特别做文章，就是说，因为赖总统他在提名的时候，他一定有很多面的考量，他可能想说，蓝的、绿的。白的都有做了一些，那希望将来这7个人都能够顺利通过。我相信就总统角度，他一定希望顺利通过。但是后来在朝野的攻防越来越激烈的状况下的时候，变成都不会过。那当然党团有自主的决定，说他也只能尊重他就算他是总统也只能尊重。那我想这个是赖清德提名这7个人，他就应该知道大概是不太会过。你事先也没有跟在野党沟通嘛，所以你下来要补提名，最好还是要沟通一下了。你先沟通一下各个党团有什么意见，然后你们有什么人可以推荐，然后我们打算推荐人，你们同不同意？否则下次来还是一样。这个我补充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确实也是这个，就因为他一定要再补提名了啊，总统也说要补提名啊。接下来补提名之后，我想内部要沟通内部要进行沟通之外，同时跨党派间也要做沟通。你希望顺利能够早就该包括N40委员了，包括考试委员了，都应该这样做，都不做嘛。国民党可能也是，本来国民党说要通过1个，肯定也是想说，我如果国民党支持这个，民进党支持那个，2个一下就过2个了，那不就是就把你们原来那个这个宪法诉讼法就毁了吗？好吧，王世坚批评刘静宇，说他不单适合当大法官，适合做网红。来，乃金。这个民进党啊，事后的那个说辞说啊，反正因为民众党呢要支持刘静怡，好，所以如果让他们过了的话，让刘静怡过的话，就变成是啊，立法院难道是民众党说了算吗？所以不能接受。然后呢，既然呢国民党呢通通都要封杀，那所以呢这个封不封杀民进党封不封杀刘静怡没差别，怎么会没差别呢？就是有差别哈，而且呢柯建铭呢讲得非常的实在。他就暗证出功了哈，他第一个说出来的就是对，刘静怡，你这样子骂民进党，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骂了我的爱将哈林智坚，你还骂蔡英文，好，你还骂这个王义川，所以你投刘静怡呢，就等于是跟我民进党作对嘛哈。然后他在到了投票前的一刻的时候，才打电话给赖清德。这当然就是跟赖清德造反呢，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说，从今天这个总统呢提出这个名单到现在，已经多长的时间啦？你们民进党立院党团对这有意见的话，你早点反应啊！你不是，那你也可以在这个民进党的中常会反映，你也可以在很多的场合反映啊。为什么到最后一刻才要杀赖清德，杀个措手不及？就是让他难堪呐！你接下来的你要在提名任何人的时候呢，你要看我柯建铭的脸色，你要看党内的这些人的这个脸色，不是随赖清德你的意志呢为所欲为。这刘静怡，我对他是的这种言论呢是非常有意见的，可是他脑筋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他讲那个完全有道理。你今天那个柯建铭在最后一刻打电话跟赖清德告知这个的时候，你赖清德有没有捍卫一下？有没有来为我捍卫一下？他这个对他来讲真的是莫大的羞辱
反正通通都不会过，可是为什么只杀我呢？那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杀呢？所以这个对于刘静怡来讲，他只有8票同意啊，多难看呐哈！然后从这一次的人事的同意权，还有之前的时候考试院的这个人事同意权，我觉得也说明了一件事情了哈，就是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这种合作的基础真的很脆弱了哈，真的非常的脆弱。就是说双方在这样子的非常的攸关这个重大这个事项表达立场的态度上面呢，都不能够事前沟通哈。如果说今天呢，不是民进党里面窝里反的话，刘静怡就过了。那刘静怡就过了，那对于民众党来讲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对于国民党来讲，它又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很严重的。好吧，这个王世坚是说英粉跟他血海深仇。当然民众党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变成什么事都跟国民党一样，那就变成国民党的这个尾巴党。小蓝。所以呢，他很多时候都比较凸显他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蓝白之间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力量就分散，一分散可能都会不成。休息一下再回来。青鸟说不是只是在立法院门口这样子包围啊，这个啊，说跑到学校里面去了。这刘彩薇说的啊。这个这个大学办一个民主防卫营，民传他还到民传校园里面去贴公告，法律系所以呢，这个因为上次王义川对小朋友去宣讲，就引起轩然大波。我说小孩子你们讲这干什么东西呢？那刘彩薇说，那你不是要政党退出校园吗？怎么跑到民传去要培养绿卫兵吗？这什么意思啊？那布告栏法律系布告栏招募抗中营队。所以刘彩薇就说假民主真洗脑，青年营看到没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不是这个，我记得以前民进党最主张就是政党退出校园嘛主办单位是说海报张贴是校方决定的，说不是只有我们校方也同意啦校方也决定可以登在这个布告栏上啊。另外呢，台南的议员这个蔡玉辉。说民进党呢手伸进校园，因为呢这个说有一个教会的一个这个补助2700块，你如果台南有学生要到立法院去参加青鸟，车费补助2700块，2700是蛮多的。那这个教会团体呢说是人家捐款捐给我们我们就补助学生所以呢联合报就说你已经执政了，你还要革命吗？这不是一个民主奇迹，很奇怪吗？我们看一下，左边是司法节活动，右边是狂贺同学考上律师，怎么唯独中间这张让同学觉得怪怪的？这次的法律系在外面的不够了，跟这跟法律完全有关系。你当家做主执政党，不要让这种东西出现在校园，因为校园是干干净净学习的环境。大学生气到质疑，难道青鸟也进入大学校园吗？细看这张贴在布告栏的招募海报，标题写上2025第一届台湾民主防卫青年营，主办方是经济民主联合，还写上因为安全考量等录取后再通知活动地点。从王义川开始，从幼童开始到大学，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抗中的渗透宣传，根本就是一条龙的渗透模式行民主防卫之名来进行洗脑学生知识痛斥举抗中旗，培养绿卫兵，议员口中的不透明，点开报名表单，活动地点住宿未公开，活动对象写上关心中共对台统战、民主防卫与国际情势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高中生则是采邀请制。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我们营队的海报我们寄给相关的学术收件单位后，都是由收件单位来自行决定是否张贴，并没有黑手进入校园、政治进入校园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一直口口声声说台湾是一个被所谓的这个假讯息啦，或者是这种 disinformation 这种操作，或者是我们有境外势力在操作的时候，我觉得坦白讲，对任何激进的政治的团体都应该有一个 background check。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今天如果单纯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在法令上要去明定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底用所谓的金钱补助去催化人家做任何事情这件事情，要不要揭露？要不可以不可以？要不可以到哪一个阶段？否则某种程度上，这个就是要鼓励动员。那整个社会如果对于很多的这个政治的议题，我们就做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金钱动员的时候，就会引发我们过去讲的，我们大家最想要避免一件事，就是基本上民主不应该是 capital gain 嘛，不应该是谁有钱谁来操作，谁有系统谁来操作，谁有组织谁来操作。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第一要揭露，不管是自我揭露也好，或者是政府要至少要去做一个查核，然后还有就是这里面有没有政府的钱。我觉得大部分人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不管是黑熊啦，不管是他，或者是青鸟，或者是前几天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这样，谢国良在被罢免的时候，我们就有出来讲说，奇怪，那罢免团体钱从哪里来的？到最后一天居然还在 YouTube 上面打这种所谓关键字的广告，那个钱多到大家觉得说莫名其妙啊！结果选完了，罢免投票也结束了，我记得是上个月吧，谢国良主动办了一个就是与这个罢良团体对谈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座谈会，结果到场几位？1位，只有1个人到场。那我想要奇怪了，当初在罢免的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么多组织，这么多人，然后呢，大家好像对基隆都非常有意见啊，结果现在人家愿意来听你讲话了，结果你来1位。那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奇怪，你这个团体当初在做这些罢免的动作，这些目的、这些资源，还有包括这些钱是从哪里来？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政治团体有组织化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讲，我就已经觉得说，这个在很多民主社会里面都要经过很多的规范。美国有什么硬钱软钱啦，其他国家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有很严格的规范，就是说你拿捐款不得用在所谓的政治议题或者是强烈公众议题，特别是很有冲突的议题上面。所以在这几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按照现在的这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件事：第一，宗教团体到底能不能够用金钱来介入政治？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啦。坦白讲，任何宗教都不要。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整个有组织的部分，既然我们有沈伯洋这样子的立法委员，你不是讲说这个政治团体都很危险吗？那全部调查清楚嘛，哪些人是用什么钱在动作，哪些人又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在做，这背后的钱的来源到底是谁？那有没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这都要查清楚啊。讲到钱，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这个我们上周看到的时候说，这个台南大专声援冬季青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当时马上就去查证了。那这个台南大专中心，它其实就是隶属于长老教会。那我们就去查证说，到底有没有这个资助青鸟们、学生青鸟们2700块钱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有这个学生真的打去，然后他是在高雄的学生，他就直接问他说：“那我是高雄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说可以，而且呢不需要附什么证明，你只要给他车票就好了。那洪宁讲到一个重点了，这钱哪里来的？台南大专中心哦，它隶属于长老教会，对不对？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它的这个捐款来源是什么。它其实算是宗教捐款。那宗教捐款它其实是有财报要申报的。它一年在2020年申报呢，它总共是有3亿元的收入，3亿元的捐款，而且它跟政府还有其他捐款，上次高金委员不是讲到一个东西吗？就是说原住民语言补助母语的教会，好几年，大概2-3年就拿了2亿多。好，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已经是至少5亿了。其他它还有学校，还有医院。好，我就先不讲那些财源是什么，但是它里面的支出非常有趣，它的支出是会议费、人事费、事工费、行政管理费等等的费用。那我就想要问，这个宗教的捐款，请问哪一笔是用于支出这些青鸟们的这些车票？我没有看到这个使用支出，所以我们去索资了。那更进一步，我们要说，其实呢，长老教会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活动，比方说他们有这个什么营队，这个营队还另外要收钱的。那这些营队的内容，其实主要也是跟政治内容相当的相关，所以不只是宗教渗入了校园，用宗教的名义，然后呢，其实是政治去渗入了校园，而且呢，当中还有很多的财务的问题，我觉得必须要去监督。这个国民党自己要充分的去了解，民进党是有计划的在培养这些年轻人，就是在校园里面这些活动，你可以看得出来。另外就是说，你说他们为什么号召青鸟？对他们来这就是一种培训啊，这就是一种培训啊。你很少看过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在重大的法案要表决，然后执政党的秘书长号召大家要出来支持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支持民进党，然后在立法院外面集结这么多人，然后民进党的立委还去要协助他们，想要淹污他们进来。你知道有一个数字，其实我是不是很喜欢讲？2022年1月6号，川普就号召说这个大家要进国会嘛，是不是？结果到2024年1月6号刚好满3年，你晓得吗？美国起诉了1200多人，460多个人在坐牢。所以民进党自己真的要有点分寸，有点要自我检讨。立法院在开会，你们在号召集结这么多青鸟人在支持他们，尤其是在里面的民进党这些立法委员，你搞清楚你在干什么啊？你早上来冲撞你们自己开会的神圣的这样一个地方吗？这跟毛泽东有什么两样吗？毛泽东三面红旗失败了以后呢，被迫退居第2线，只保留一个这个党的主席的这个身份，可他不甘心啊，他回头要来搞啊，他搞个叫文化大革命，跟文化一点都没有关系，跟革命夺权有关系。那民进党常常有事没事就说，哎，你们是这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啊，你们好像比较支持中共啊，如何讲一大堆。我告诉你啊，学共产党学得最透彻了，搞不好就是民进党。这从学生运动就可以看得起，当年国民党在大陆丢掉，就是校园的学生运动开始搞起来了。我觉得校园是全世界最神圣纯洁的地方，每个党其实要自我收敛，不要在里面在那边活动，让孩子们在安静的环境里面去学习。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案本来说今天要起诉，后来说今天没有，可能明天反正就是不是确定不知道，但是媒体已经说明天会起诉11个人啊，那其中陈佩琪跟黄珊珊没事啊，那另外呢说这个起诉书已经定稿了，说月初就开始写了，说柯文哲的人际脉络会揭露，就到底跟谁关系比较好，跟谁常见面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就说了，说你要起诉柯文哲也不是什么秘密，他都知道你会起诉了，但是你起诉书的证据清单，请你公布，不是只你嘴巴讲，你那个证据要拿出来啊。那另外呢，黄静莹是说抹黑太多了啦，希望给一个澄清的机会啦，说柯文哲不申请抗告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嘛。北检查了4个月了嘛，也没看到什么实质证据跟金流了，只看到很多媒体在那边这个发表各种的讯息了哈。那另外呢，吴怡先说还没收到柯文哲的辞职信，那辞职信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邮政那到底怎么寄出来的？是在这个法院耽搁很久，有很多时候法官批了，也就还有什么收发什么给你搞半天，还是这个邮政搞太慢？邮政的效率太差有些人圣诞节啊什么寄卡片，不过现在很少人寄卡片，就是反正最近比较忙了哈。到底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收到，所以呢，吴怡先说，民进党严阵以待起诉内容，看看你到底怎么起诉的，起诉书里面写些什么。那昨天这个陈佩琪平安夜嘛，到自由广场排字，哇，这个字排的蛮大的，叫做平安回家然后 Free 柯 P 那。而且呢，台北市说，如果柯文哲被起诉，如果说他这个容积奖励呢是违法的，恐怕这个容积奖励就会被撤销，撤销也很麻烦。那个房子你们盖到一半了怎么办呢？我们看一下。我希望我们的民众党的党主席还有我的先生能够平安回家。忍不住落泪，想到平安夜丈夫还在看守所内，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到自由广场排字许愿，平安回家。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然后我在圣诞树下面也给他摆了一个礼物跟一个圣诞袜。陈佩琪的思念将近4个月，25号圣诞节这天，民众党周3按往例7点半开会。虽然危机在即，但仍秉持党务得继续运行。柯文哲从9月因为金华城案被羁押禁见，传出检方本周就要起诉。台北地检署，你要开记者会，起诉书交出来，不要开了记者会以后发现起诉书还没写完。那你相对应的证据清单的证据是什么？到底是有证据还是没有证据？手上有几份证据，起诉书
内容应该要展现给大家看到。那这4个月以来，他们到底查到了什么东西？民众党从中央到地方民代大酸检方消息比动作快，但倘若柯文哲被起诉，恐怕已将认证金华城20%容易奖励涉嫌图利。台北市都发局说，等起诉书出来会开会讨论，若确认有司法疑虑，1个月内会撤销细部计划，收回20%的容积，同时勒令停工。我们已经成立府级的跨局处专案小组。所以由李副市长担任召集人，届时如果有起诉，根据这样的内容做相对应的处理。不止民众党等待司法下一步，蒋市府也在等后续裁处。就说他们起诉可能2大块了，一个就是进化成，一个是政治现金了。所以检察官会要求从10年以上，甚至到无期徒刑都有可能。来。那个发言人怎么看？好，我觉得现在终于是要到了这个翻牌的时候。其实昨天呢，应该说我们一直在听很多的媒体传来的消息，本来说是今天，但又有一个传言说，因为这个大法官的这个状况全部被团灭，然后呢，这个朝野厮杀太过对立，所以呢，赖总统决定不要在今天是这个圣诞节改成到明天。好像很多的说法，但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早上黄国昌总召说了，我们也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看起来压了他4个月就是要起诉了，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结果。但重点是起诉书写什么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就直接讲，因为案情大家讨论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到这11个人可能会被起诉的人当中有没有公务员？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话，就代表他其实没有违背法令，不然这些中间牵涉到的公务员，他是不是也会依照图利罪被起诉？好，如果这一层我们解决了，金华城案他没有所谓的图利的事迹的话，那他有没有收钱？这是第2步，也就是有没有金流。如果起诉书上也没有金流，只有种种的臆测跟可能，就好像他们过去一直说陈佩琪透过 ATM 洗钱的话，那你的证据力就相当的薄弱。所以我觉得这个翻牌2个重点，第一个，到底明天被起诉的是哪一些人，有没有图利的具体的事证？第2个，有没有具体的金流？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那我们要说的是，其实呢，这4个月洗涤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几乎是赖清德政府或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史诗级的迫害政敌的一个史诗级的教科书。因为这么多，如果到最后4个月下来，你没有具体的证据的话，其实是难以说服众人。但我也要说，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的很多的议员。我不客气的说，游淑慧议员到今天还在讲说，去新加坡有可能是涉及洗钱。我今天就第一个讲，新加坡你要突破这么多的海关，然后带大笔的现金，再把它带回来，你是当这个海关都已经废掉了吗？第2个，他说呢，柯文哲市长那个时候到这个新加坡去，没有见到任何大官。我就想要问一下游淑慧议员，如果见到了现在的总理，算不算大官？我觉得。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要再含血喷人。明天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柯文哲案即将要起诉要出来了嘛，起诉与否要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尊重司法，但是不要所有事情都往那个政治迫害往赖清德身上扣了。我认为赖清德这段时间至少开绿灯是全部都啦，其实也不只有白的嘛，蓝的、绿的都有嘛。那你把每次都影射好像赖清德介入什么，然后再挑时间还什么圣诞节了，我认为这个都过头了。就是说。司法部分它有它的进行的程序，那出来之后到底它的起诉书写什么，我也赞同。出来之后，这个起诉书要清楚，同时间证据也要写清楚。那里面包括人证的部分，包括金流的部分，甚至包括是图利还是贪污，都把它给清楚，用证据来说话，用证据跟国人做一个清楚的交代。但是不要在还没有之前的时候，先把它抹成了什么政治迫害等等。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来，我还是要再次提醒。打的最大力的都是国民党的议员都不是民进党的，那不要往身上来扣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扣这个帽子。我认为现在其实赖清德的态度很清楚，就是有不法就是申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证据被涉及到图利或涉及到贪污，那该怎么办就办，就静待整个司法跟静待起诉书跟静待证据的一个透明。志涵他讲那个新加坡不是带着钱进出。他在新加坡开户，开账户，2个开户，沈庆熙在海外有钱直接转，这是他们的讲法。我跟你讲，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如果是真的的话，那现在这个就是铁打的证据嘛，就不是传闻了嘛。对了，就不是带钱进出了啊。对，不过那个洗钱防治里面，如果要开个账户，然后如果上面是写柯文哲，会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是不太可能。所以到底要什么方法？我觉得检方明天我们就假定他是明天，因为据说也是明天，看他怎么去写。我同意黄国昌所提到的，因为我们过去看到起诉书的时候，像郑文灿10万字很清楚。好不好？大家可以据信民意。可是你也看到非常多时候是写得非常的含混，所以我认为说你已经到这么多，
我个人认为啊，真的是对柯文哲人设最大的破坏，反而是媒体。媒体里面，这是每一天晚上已经多久了？4个多月，我也很拜托这出戏赶快结束，好不好？好多公共政策的议题也能够好好来讨论。如果起诉书上面没有办法足以说服人的话，我觉得这出戏可能还会继续再演下去。我只能表达，已经4个多月的，如果柯文哲有任何的犯罪的证据的话，写完放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到底是要质疑他于何处？对啊，起诉以后会不会放人？对我个人认为说，目前为止，他们昨天还放出一个消息，就说这个橘子还在海外，柯文哲还死不认错，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带疑义，已经有这种声音出来。如果有这种声音出来的话，想想看周典论，他在1审之前他才被放出来，说不见得起诉，像郑文灿起诉就放人，不见得。说阿贝明天会不会出来？我觉得我目前认为是他应该会继续延押，然后起诉书出来。现在2个重点，一个就是起诉书怎么写，一个就是柯文哲会不会出来。那洪庭哦，那如果起诉台北市就要停掉，容积率追回来，那到底是怎样？我觉得他应该先界定一下柯文哲在那个所谓精华城里面提到的那个所谓的绿色容积奖励嘛，就是绿色城市啊、韧性城市啦，然后跟你现在把它停了以后，他现在盖了一半，他怎么办？如果真的认定在那上面程序违法的话，那已经适用的这些部分，那就剩2个处理。金华城来讲，有的人要求他停工，如果没有停工，就是盖完了以后缴代金，就按照他多出来的那些部分，那他再用一个相同的价值缴一笔钱，然后让他去做所谓的这个寄存使用这个部分。不过补充一下新加坡，我觉得就是说，讲到新加坡洗钱，我觉得民进党才是始祖啊。新加坡洗钱案是非常有名的案子，就是2个外交前客，一个姓金，一个姓吴，然后牙牛几是，然后呢，帮所谓的谁拿钱呢？帮阿扁嘛。那这中间还涉及谁？黄志芳还涉及了，所以后来一度民进党政府想要让黄志芳去当新加坡的这个大使的时候，新加坡是拒绝的。所以你说政治人物要在新加坡做任何所谓的这个洗钱，以他自己的名义或甚至他家人的部分，我个人认为那个几率是极低。除非类似现在这种状况，说有所谓的第3人开账户这些，但我觉得就是说，确实现在大家等起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在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部分，我自己也很期待。但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自己更妙的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郑文灿的起诉书？过去不是在讨论，就是说有那个监听译文被外泄嘛，在起诉书里面有，在这一次郑文灿的起诉书里面写的是不明来源。对。那我就觉得很妙，不明来源这件事也可以写在起诉书里面，表示调查还有未尽之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我希望一件事，司法拜托你写清楚、讲明白，让社会大众完全没有对司法不要有任何的疑问，否则你有一些东西刻意回避掉了，那大家怎么会认为说司法是公平的呢？大家不希望政治干预司法了，所以你检察官在写起诉的时候也要公正了，不能对啊，所有的证据都要一清二楚啊。我就在想说，郑文灿的起诉书里面那个说不明来源，是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依照这个通讯监察法去提出相关的这个申请？这我不了解了哈。第二个就是说，柯文哲希望这1-2天真的是就可以揭晓了啊。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到底是内容会是怎么样？从媒体报道初步透露出来的内容说，重点比较大的一块是在政治现金啊，那就表示说在金华城图利的部分，大概所得有限喽。那政治现金呢，它勾勒起的一个图像呢，就是要去打坏所有的柯文哲的人设。柯文哲就说，财团呢拿刀叉吃人肉，可是从被请去当证人的这么多的这个企业家，他们都承认给柯文哲相当金额的这个政治现金来讲，柯文哲跟财团之间的关系呢并不单纯。那现在大家一切就等着答案揭晓了。现在不是指这个，他们现在是有6大案。这2个只是2案而已，政治现金跟金华城，后面还有什么雨果市场啦，什么乱七八糟搞，还有4个，那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金华城要侦结了，有人说今天，有人说明天，今天没有了哈，那也有人说可能拖到过年以后了哈。那但是柯文哲这次主要是2个案子，一个是金华城，一个是政治现金嘛。他后面还有4个台北市里那个科学园区、南港转运站、雨果市场、台之光，所以这个都在侦办当中，将来会不会有事，现在也不知道啊。那另外呢，这个刚刚也提到游淑慧，他说
柯文哲先前10天去访问新加坡，所以到底在新加坡做什么？因为他们说沈庆熙也连续去新加坡。那民进党的议员呢，简舒培是说，12月6号，当时呢市政府的秘书处回复说，市长只有月初到了冲绳，没有再出国了。结果到了4天以后，10月10号，柯文哲宣布15号要到新加坡考察2天，所以人家怀疑你那时候已经要卸任的前10天。你有必要到新加坡考察这个双语教育智慧城市吗？就都要卸任了，干嘛跑到新加坡呢？这是简舒培的怀疑了哈。游淑慧说，他的消息是9月的时候呢，柯文哲就问别人有关新加坡开户的资讯，他那时候已经接获情资，但是当时呢，柯文哲这个想要新加坡开户，但是当时呢，这个他的讲法，柯文哲讲法说，小孩将来有可能在国外念书，所以需要。但是因为议员没有调查权，所以在9月19号，他把相关资讯提供给调查局的人员，但是他没有继续查啊。那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到柯文哲的请辞信。周瑜修就是说呢，当然是权力未留，就算接到也会权力未留了哈。另外呢，黄国昌有没有跟蔡壁如见面？黄国昌喊了2遍说，党主席是柯文哲了，有什么好讨论？我跟他见面不见面又怎样呢？哈，那蔡壁如是说呢，他为了柯文哲找大师算命了20次，然后呢，结果怎么样？这个蔡壁如笑了，没讲结果。我们看一下。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观念要先理清啊。台湾民众党目前的党主席是柯文哲，台湾民众党目前的党主席是柯文哲，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讨论的。昨天我们的秘书长周瑜修有参与党团成员大家最后的会议，在昨天的那个时间点，周瑜修都还没有收到，因为不是寄给我，所以我没有办法代为回答。来，这个柯人怎么看？我个人觉得的确是啊，现在有点在画八点档连续剧哈，真的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想法，到底算命20次让民众党会去壮大，或者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大家对于人的事情都非常的一个关注了。还是一句话了，目前来说，就像刚刚说的，应小薇到28号是羁押庭就会结束嘛。那应小薇的这个，我们就如果说柯文哲是到延押庭到1月4号直接召开，那我们可以从应小薇里面来推论柯文哲可能的方式或命运会是什么。无论如何，我只能强调就是说，我呼应大家所说的，司法真的要给大家一个相信的空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竞检，好吧，《镜周刊》的竞检这个讯息已经是多到觉得连检察官都匪夷所思，我们也匪夷所思，而且他掌握到底有多少？如果今天我真的是比较好奇，就是万一今天所有的起诉书完全推翻过去我们一贯还有政论节目所报道的巨细靡这个部分，我请问过去4个多月来接受这么多讯息的这些的民众怎么思考这件事情？还有制造这么多讯息、制造这么多编剧的这些所谓的名嘴电视台还有周刊杂志，您怎么对这件事情来负责？不要这件事情过了就算了，否则台湾永远未来的选举的风气，永远要摧毁人设的这个风气，永远没有见天日一天。我觉得这个就叫强力要求。我只是好奇啊，检察官明天要起诉，为什么媒体今天就知道了？他先宣布吗？所以我明天要起诉吗？还是怎样呢？预防兄，《今周刊》的确他报道了很多，而且有的非常详细，那个细到这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他就在旁边看着一样。就是说他资讯从哪里来了？你没有办法批评杂志，你知道，因为杂志它本来就是新闻自由嘛，他努力去挖这些消息，是谁给他的？给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比较好玩的了哈。但我其实我关心的是民众党的未来了，因为民众党的确是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些朋友们譬如说在立法院的表现的这几位还有党部里面的这个几位朋友，我觉得他们都蛮优秀的。就柯文哲自己的事情，最好不要去影响到整个党的发展。也就是说，民众党要某种程度的忘掉柯文哲，然后你们要努力的向前走那到目前为止，我讲实话，像黄国昌来讲，我们以前对他都印象非常不好了。太阳花搞了把立法院冲撞，我刚刚就讲了，美国冲撞国会的人就去坐牢了你现在冲撞立法院的人，这些人都好好的，有的还当立法委员什么的。那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像黄国昌的表现，严格讲起来，抛弃所有个人的成见，他至少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想替这个民众党发光发热，这一点说实话是值得国民党去学习的。美金，
如果起诉书出来，然后搞了半天呢，真的是陈佩琪没事，那表示之前的时候不是讲他什么 ATM 转账，那就瞎扯嘛哈，对，洗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搞了半天4个月，只有那个朱雅虎的那个几百万，那也很扯哈。那如果只有这样子的话呢，还要继续的去严压柯文哲的话，那检方就太过分了啦哈。现在呢传出来是说柯文哲有可能继续被严压的理由是因为橘子还在海外哈。那你检方穷尽4个月的力气，你也没有办法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告诉大家说有一笔很大块的钱是在这个橘子的手上，因为这个部分呢坚不吐实，所以说你这块拼图没有拼上来。那你如果都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有什么道理要继续压着柯文哲呢？所以真的很好奇啦哈。我相信检方的压力也很大哈。但是呢，一切就还是要见真章。那至于刚才智恩提到说，如果说不如那外面讲的哈，媒体真的应该要有，包括这个一周刊、镜周刊啊，还有这些名嘴要有交代，不会有交代的啦，他们继续编下去，会有另外的版本。我想就是静候整个所有司法的调查了哈。不过至少在这段期间来看来，是司法是全面在不管是蓝绿白都全面在侦办啊。那当然出来之后，一定也要维护住司法的公信力，就是你的起诉书跟你的证据跟你的所有都必须。充分啊！毕竟他当过8年的台北市长，而且不管你讲的现在2大罪或者未来的其他几个，每一个都是必须要很清楚的哈。毕竟每一个都会对整个台湾的政坛，包括柯文哲对台湾的民众党的影响，甚至整个台湾政坛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冲击。那我们认为所有的政治也必须谨言慎行。你看2014年的时候。柯文哲刚出来政治素人的时候，跟现在先撇到有没有违法了，光那个政商关系跟什么所有的处理，已经发现跟原来差距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这个都所有政治人物都应该警惕的。我觉得从现有这些所谓的新闻的报道的一些状况，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自己个人啊，我判断就是说李文忠应该是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的。那这些部分到底会影响到哪些？而跟所谓的在市长的这个身份里面到底有没有连结？那就看起诉书的部分。那刚才大家讲的部分，我觉得我最好奇的是，按照比率原则来看，巴纽案也就10亿大家不要忘记最近也有个10亿啊，陈启玉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我是蛮期待《镜周刊》可以写陈启玉的故事啊，因为之前不是传说什么还到什么某重量级高雄民代家里窝藏了22天，结果他现在投案到今天到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什么消息都没有。那按照柯文哲目前出来的数字跟陈启玉这10亿的这个数字，理论上陈启玉的故事应该要多很多才对，结果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酒店小姐你记得吗？对，就是很奇怪啊。那然后郑文灿的分案应该也有很多啊，结果到现在好像看起来也只有这一案，我觉得莫名其妙。刚赵大哥说怎么起诉是媒体先知道呢？不只是这个先知道，连信寄给我们周瑜修秘书长的信也是媒体先知道。然后北院呢还帮忙公开，还帮我们下了一个判断说，你信寄出来收到的那一天，柯文哲就算请辞成功喽。所以这一切都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啊。那不过我也要跟赖委员致歉，我觉得他刚讲有道理，不要什么都说是这个政治迫害，因为这个政治迫害不会只来自于民进党，还包含我刚刚说的国民党的某一些议员这些东西是加成在一起的。然后另外呢，我也要呼应一下玉芳委员，他刚刚讲到说这个民众党要严阵以待，我觉得确实，因为现在有一股黑势力要借由各种不同的这个地方上的势力，然后要进入到台湾民众党来，要意图来夺取这个中央委员，甚至可能想要有代理主席，这些东西我们是严阵以待的。你讲的是，这也是另外一个严阵的尾巴，这个尾巴好精彩，这个尾巴好精彩，可能下一集要因为音乐响起，我就想说。